多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的事情发生了。逃亡之初，郑耀先就说过，他们二人只要有一个被认出来，另一个就难逃一死。一夜的辗转反侧，让林桃最终抉择了自己此生的结局。她爱这个男人，爱自己像小鸟衔枝一样，一点儿一点儿搭建起来的小窝。但他的存在，势必成为郑耀先身份暴露的铁证。严峻的现实面前，林桃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接下去还能做什么？来接我！来呀！抓不到我！我来了！巧儿啊，巧儿，快，公安去你们家啦！我爸也是公安，他没来吗？哎呦，我的小祖宗呀！你爸算哪门子公安啊？哎呦，你爸呀，现在能把自个儿这屁股沟子给洗干净，就已经是你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哎呀，君宝，你跑得快，你先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对呀，他们家出什么事了？咱老周，他贪污啊，还是占了公家便宜啊？知道啊，依我看，还是犯了严重的历史问题。他有什么历史问题？他那旧警察的身份，我早就觉得悬了。说不好，周志前是国民党特务。哦哟，咋了？亮，怎么也不可能是特务。敢不老实啊？早就抓现行了。啊，他是特务。是，臭屁不响。啥过来？哎，出来了。对，来的。谁是周志前家属？我是。他是。这小孩儿啊，也太小了。哎，都散了吧，大家啊，都散了吧。这死人有啥好看的？该干啥干啥呀。散了，走了。把尸体抬走。走了。血，好多的血，好多的血，啥？好多的。傻儿，你是咋了呀？咱刚把你治好，你又犯病呀？妈妈离开我的那一年，我4岁。周志前，在。你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再学泥鳅耍滑头，没啥好果子给你吃。这不好的果子我也不能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要我交代什么？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不明白？不明白。你啊？陈局长。陈局长。周志前的老婆自杀了，消息可靠吗？我出的现场，亲眼看到的。怎么死的？割腕了，而且临死之前将自己的脸用剃刀全部划破了，根本看不出本来的长相。他毁容了。老实点。对。林桃毁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郑耀先，因为徐百川一旦指认他是林桃，就等于指认了周志前
就是郑耀先。案发现场有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林桃留下一个首饰盒，里面有一枚蓝色宝石戒指，样式普通，盒上写明要求留给他女儿做嫁妆用，别无他物。再搜一遍，挖地3尺。我看不必了。林桃是老牌特务，自杀之前会处理得干干净净，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线索的。奇怪，在我们抓他之前，他就自杀了，难道这么巧合？世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突击审讯周志前是局党委临时做出的决定，连周志前本人都不知道，他又怎么和家人私下沟通啊？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会不会是我们内部？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谁有嫌疑啊？无凭无据，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最好不要说。我没有心情去争论是非长短，我现在考虑的如何善后。不管林桃是为什么自杀，他都逃不掉被定为国民党特务的下场。可周志前，我们该给他定什么性呢？虽说他有特务的嫌疑，临时关押可以，可时间一长怎么办？不能因为他娶了一个特务老婆，我们就认为他是特务，无凭无据硬要关人，这不符合我党的政策。问题复杂了，本来想通过林桃撬开周志前的嘴，现在倒好，两头为难。先把人扣起来再说。周志前不是当过旧警察吗？那他就和人民肯定作不对。就凭这一点，给他定性个历史反革命罪，不会过分吧？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吧？那就这么定了，剩下的就看韩冰同志怎么抓紧时间结案了。郑耀先的内心此刻正在排山倒海，他已是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他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共产党，怕被当作军统六哥一枪毙掉。而林桃则一直是他的死穴。徐百川一旦指证了林桃，就意味着指证了他，怎么耍赖都再难过关。当年中共川康特委下发的追杀他的命令，字字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压得他几乎窒息。周志前，坐好。说你呢，坐好。郑耀先，你老婆已经认罪了。这转悠了一圈，怎么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要想让人认罪，得有证据。搞右共，他只能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放肆！你简直就是顽固透顶！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这还是人民的公安吗？想找替罪羊，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人长得歪，这心眼儿也不正。林桃已经指证你就是郑耀先，我们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林桃是谁啊？你老婆呀。我老婆？我这怎么平白无故的又多出个老婆来啊？我是个残疾人，这辈子能讨上媳妇，就算是烧了高香了，还怎么敢3妻4妾？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刚才说我是国民党大特务郑耀先，现在平白无故的又给我编排出一个老婆来，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是我忘了。林涛现在的名字叫林云燕。这还差不多。林云燕是我的老婆。这个女人叫林云燕，也就是林涛，原国民党中统特工，代号剃刀。剃刀？你觉得很意外？不是意外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云燕怎么好不好的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了？怎么又成了什么刀了？没什么天方夜谭。林涛已经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那他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的？对，你说给我们听的都是假的。这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呐！我都是听他说的呀。夫妻都能够如此同床异梦，这情何以堪呢？他的历史当中也包括了你。他曾受中统田湖的指派，进入渣滓洞看守所色诱你，继而想要除杀你。除杀我？田湖？这怪兮兮的名字，这中统为什么要除杀我呀？我又不是汉奸。抗战的时候，我还得过勋章呢。为什么除杀你？因为你是军统六哥郑耀先呀。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回到这上面来了？林云燕是国民党特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想让人低头认罪，得有证据，指鹿为马，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我就是一个本本分分想居家过日子的小老百姓，你们不去抓特务，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这我就不明白了。咱们共产党是要专谁的政啊？是要替国民党专老百姓的政？我看还是不说了，直接上省委、上中央，去找毛主席把话说清楚。我相信，毛主席他就是我的大救星，他会替老百姓做主的。你不是不爱说话吗？咋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这狗急了都跳墙，那人急了，我还能没点脾气啊？郑耀先，鬼子六，你个王八蛋！看你这一脸无辜的样子，连我都要相信你就是那个被蒙蔽的受害者。可你是受害者吗？袁副主任，我的确是受害者。住口！知道曾默仪吗？知道江心吗？知道陆汉卿吗？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不熟，没在档案上看过。装蒜！事到如今，你还在装蒜！曾默仪没死在你手里吗？江心没死在你手里吗？还有陆汉卿，不就是你让手下把竹签子插进他的脑袋吗？你知道我是谁？你是你知道他是谁？我是曾默仪的上级领导，他是江心的生身父亲。我们还都是陆汉卿当年上海时期的老战友。老陆死的冤枉，烧着他在军统的下线风筝，死后居然连自己的尸骨都被抛在了荒郊野外。你是谁？你又能是谁？除了那个十恶不赦的鬼子六，我还怀疑你是那个变了节的风筝。我早就想知道风筝是谁，问过陆汉卿，也问过还在延安时期的江副政委老岳。
六弟，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呀！没想到哥哥也有出卖你的这一天。谁让哥哥有儿子要养呢？病从薄处破，血浓于水，血浓于水呀！哎呦！金牛，你行行好，我女儿才4岁，我晚上不能不回去睡觉。这晚上不回去睡觉，我老婆还以为我外面有人呢。金牛，不是，同志，哎，同志，你看你放我回去吧，同志。去吧，巧儿他爸回来没？回不来了。个死龟儿子，是不是我撕烂你的嘴呀？他爸回不来就回不来了呗，他住我们家不就行了？我娃娃不是傻儿，就可怜了咱巧儿了。这刚没了妈，可千万别再没了爸呀！我也没爸没妈。你这死龟儿子，你没妈，那老娘我是谁呀？我是谁？我还能是谁呀？说我装蒜，我就是装蒜。我能不装蒜吗？我是鬼子六，我也是风筝。我是风筝，你们信不信？信吗？我听说，昨天你们回到会议室以后，周志前的情绪就不对了。难道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老婆自杀了？这不可能的。就算是夫妻同心，冥冥之中有心灵感应，也不会这么凑巧。那他是为了什么？准确的说，不是在我们回到会议室，而是在袁副主任说话之后，他的情绪才不对头的。老袁说了些什么？当时袁副主任非常激动，站出来质问周志前，认不认识曾墨仪、江欣，还有陆汉卿。周志前当然否认了，袁副主任就急了，说出他是曾墨仪的上级领导，江副政委是江欣的父亲，他和江副政委还都是陆汉卿的战友，他们曾经一起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周志前就是听了这些，情绪才不对的。对，你怎么看？毋庸置疑，周志前就是郑耀贤。试想，军统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曾墨仪、江欣、陆汉卿只是他们杀害无数死者当中的3人，郑耀先能有那么大的反应吗？所以，我在想，不是这3个人的名字让他的情绪不对劲儿了，应该是在突然之间，他知道了一个信息，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什么信息？当时袁副主任说到了3种人物关系，他和曾墨仪，江副政委和江欣，他江副政委和陆汉卿的关系。凭我的直觉，我觉得应该是第3种人物关系。
江副政委、原副主任和陆汉卿的人物关系，让郑耀先不安了。韩冰分析得不错，郑耀先的确是为一种人物关系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陆汉卿、袁农和江万朝这3个名字，其中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当年，影子是如何知道风筝的？凭借这个人物关系，作为老陆战友的袁农，曾询问过当时还在延安的江万朝，后者由此会知道风筝的存在。而又因为老陆的守口如瓶，他只知道有风筝，却不知道是谁。曾默仪的那份名单，是潜伏在延安的73名国民党军统特务落网，影子因此才冒险从延安给戴笠发来电报，提示他在军统有高级内鬼。这就是戴笠口中提到的绝密。那个叫影子的兄弟，现在还潜伏在延安。前几天，他给我发了封电报。可遗憾的是，电文刚出现“绝密”2字，就突然中断了。也不知道他那里出现了什么麻烦，也许和延安搜捕那73个兄弟有关。你是想派我去一趟延安？江万朝，难道就是影子？你干什么呢？我想不通，我老婆她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了？你怎么不吃饭啊？我吃不下。身体是自己的，跟别人无关。如果你真想自绝于人民，我是热烈欢迎，咱们彼此也就省事儿。好，我没想死啊。那就赶快吃饭。可我还是想不通啊。好，我吃啊。干什么的？找他爸。他爸是谁？周志前啊，就在这里头上班的。哪个部门的？啥子哪个部门的？同志，他爸昨天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被抓了？小兄弟啊，放我们进去吧！啊！这是公安局，不能随便进。这监狱还能进去给犯人送个啥子换洗衣服的？这人民公安这咋就不能进了呢？啊！你们找哪个啊？找周志前。他不在公安局。那他上啥子地方去了？我也不晓得。这就是一点茶钱啊，他肯定是被抓起来了。这犯人，这也得盖被子啊，是不是？老周的腿不好，你就帮个忙吧。这个要不得啊！还有，不知这是公安局啊，我真的不晓得。你们快回去吧，啊，回去吧。你们这共产党的公安，这咋连个灯油钱都不肯收呢？这你们还干着苦哈哈的差事，这干啥子呢？好多血，爸爸流好多血。傻儿，
珊儿，你从昨天开始，你这老毛病就又犯了，这不是在添乱吗？珊儿，来，看好妹妹啊！现在啊，有一些坏人，他们可坏了，他们都会在这个手上抹上迷药，他往你这个头上一拍啊，你就得乖乖的跟着他走啊！所以啊，看好妹妹，谁要是往他头上拍，你就拿着砖头，你照死里拍他啊！来，拉着妹妹的手，这就是命啊，小姐的身子，丫鬟命。那个，你是周志强的家属啊？他是，同志，他是周志前的娃娃，亲生娃娃。这么小啊？他有没得其他家属呢？一家人都散了，就剩下这么个小娃娃。你就行行好，你就让他见他爸一面。这女儿也太可怜了，当家长的哪能干？小龟儿子！你这小子，敢乱砸人，现在把你抓起来！你这小孩，你这公安局门口你干啥嘢？你同志，我娃是个傻儿啊！你去问问街坊邻居，他们都知道他是个傻儿啊！这真的，他是傻儿啊，同志，是个傻儿！同志，你不要抓了，他是个傻儿。2根草棍，代表江万朝和戴笠。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常态下，电台是他们之间的联络方式。看眼下这局势啊，也只能启动预警方案了，直接和影子取得联系，取回那份绝密情报。如果江万朝就是影子，以他在延安公安局的工作性质，可以避免电台信号被监听部门察觉。郑耀先在思索，戴笠派重伤在身的自己去延安，为的是变相考察；派公署同行，为的是监督。那安排江欣，又为的是什么呢？江欣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江万朝的女儿，她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听说在红城湖等着郑耀先来接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我这里一切正常，没有半点意外，只是他没有来。他不来了。不是吧？我听说你不老实，想要和他通风报信。我是跟你们一块去抓他的，怎么会给他通风报信呢？行了，你不要心口不一了。你告诉我，你在看守所走廊里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郑耀先？应该是。什么叫应该是？既然你们抓了他，就说明是他。他变得太厉害了，我不敢认。我怕冤枉好人。军统四哥的眼睛，也怕认错人。我老矣，眼睛也花了。怎么会不怕认错人呢？老人们常讲，年轻时眼睛越好，一上岁数就花得越快。40不花50下，还是花了好，早花早好。你怕不怕认错自己的儿子？你会认错他吗？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么能认错呢？那你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指证郑耀先？他身上有几处特征伤疤。哪几处？1946年春天，他在去神仙洞代公馆见戴笠的路上，遭遇你们中共游击队的埋伏，负了重伤，差点丢了性命。胸口上有个伤疤，是医生做手术时留下的。郑耀先现在化名周志前，在周志前的档案中记载着，抗战时期他的身体和郑耀先相同的部位都受过类似的枪伤。还有其他的吗？你们抓住林桃了？抓住了，怎么了？我可以指证林桃，指证了他就等于指证了郑耀先。
林涛死了。死了？畏罪自杀，临死前还毁了容，用剃刀用在自己的脸上划得一塌糊涂，跟个鬼一样，你还怎么指证？你就是不愿意当面指证郑耀先，对吗？我指不指证有什么意义吗？他是不是郑耀先，一个大活人站在那儿，这你们比我更清楚。就算他是老六，又能怎样？天下替死鬼多了去，不差他这一个。如果他是老六，杀了不远；假如不是，等将来抓住郑耀先，你们再给这个人证明就是了。这对贵党有什么损失吗？不就是一颗子弹的事儿吗？徐百川，你以为我们和国民党一样吗？岸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是吗？共产党绝不会草菅人命。徐百川，我再问你一遍，你不愿意当面指认郑耀先吗？你再这样下去，只能是将你的去，将你死。这是干什么？为了儿子，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早已经没有了尊严，唯独就是对老六。求你们，真的放过我，给我留一点脸面。最后的一点脸面，行吗？我想讲一个故事。你是跟我说话吗？看见桌上的苹果和苹果皮了吗？我刚才犯嘀咕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挺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审人的，这个听都没听说过。我想讲的就是苹果和苹果皮的故事。啊，你要讲，那我就听，我不听也得听。就这么一间房子，我总不能把耳朵都堵上吧？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当年军统玩得很疯，杀汉奸、杀叛徒、杀罪恶的日本人。有一次，我挂了彩，被日本宪兵围追堵截，我和他躲进了虹口的下水道里，一躲就是7天7夜。
他是谁呀？就是靠着几个苹果，他吃皮，把肉给我，硬是让我活了下来。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他是谁。你是军统四哥徐百川，他是你的六弟郑耀先。如果你是他，10年过去了，苹果和苹果皮，你先选，你选哪个？啊，我怎么能是他呢？如果你是，哎，这可不如果不来，我是周志前啊。如果你。好，那如果我是，我选苹果皮。你认识我吗？我认识啊。哦，我是在档案上认识您的，那上面有您的照片儿。你现在好像比过去胖了那么一点点。我是胖了，身材也变了。以前我是四哥，现在我是徐百川。那个徐先生，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郑耀先，您是亲眼见过郑耀先的人，您觉得我跟他长得像吗？不瞒您说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跟他长得像，我可没少吃苦头。就是因为跟他长得像，我才被带到这儿来。你太太和他太太长得很像，其实那不叫像，简直就是一个人。你见过我老婆？见过照片。啊，她人长得好看，不上相。不上相的，可惜再也见不到了。他毁容自杀了。徐百川，你在串供！等一会儿，看在我一直很配合你们的份上，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儿？就是这个，带走。走。我老婆，她真的死了。他是自绝于人民，这是真的。信则有，不信则无。
林桃自杀了，郑耀先哭得惊天动地。面对这个以死来保全丈夫的女人，自己之前对林桃的那一丝担心，顿时让她无地自容。林桃一生珍爱自己的容颜，最终却亲手将她毁得一塌糊涂。郑耀先痛彻心扉，他平生第一次对生存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周志前，你的逮捕令下来了。能不能放我出去？你说什么？说梦话呢？我老婆死了，我女儿才4岁，这跟哪儿吃跟哪儿喝，晚上都睡在哪儿。那巷子里的小男孩老是欺负她，还有她妈妈死的时候的样子，她看到没有？是不是受到了惊吓？这要吓出毛病，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周志前，这逮捕令上写了，你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想出去，玩了没有？这你在逮捕令上按手印。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你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打过共产党，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不假，但我打的都是日本鬼子，我没有打过共产党。你按不按？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你按不按？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我打的是日本鬼子，我不是反革命。我打的是日本鬼子。你怎么能强迫我把手印给按了？你们强迫谁？我不是个反革命。此时，郑耀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要不认这个历史反革命罪，就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周志前。但他不是周志前，就说明他就是郑耀先。他敢承认自己是郑耀先吗？人生在世30多年，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不是周志前，也不是郑耀先，那他应该是谁呢？怎么了？四哥降了共党，消息是真的吗？是真的，上面还有保密局的暗语。电报上还说，徐外生早就有变节的念头，要不共党特工不会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在香港的新界找到并掳走他的儿子。你说四哥他……你不是对一件事情表示奇怪吗？为什么共党总能找到我们军统的落脚点，而且是全城大搜捕，
把我们连锅端。我想就是这个徐百川，他把我们当成了他投靠新主子的政治资本。可惜了，简直。六哥呢？台湾有没有提到六哥？怎么了？这是？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先听我说。我用你们的电台收到台湾内调局发来的一条消息，想听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知道一个叫剃刀的人吗？你要是不想回答就算了，就当我没问。她是六哥的女人，当年跟六哥一起失踪了。你知道她的下落？她死了，几天前自杀的。我想说的是，被党国遗落下来的人，军统中统的比比皆是，山穷水复，怎可能柳暗花明？那六哥呢？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搞清楚！要是共党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炸掉整个山场，让所有人踢他鼻子！公硕，还想不想听我说？你说。你这样我怎么说？根据台湾内调局发来的消息，说共军山城的公安局看守所里面关了一个叫周志前的人，这个人是剃刀的丈夫。至于跟你们那个六哥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就凭我们是他的兄弟，就凭我们的直觉。就算我相信你们的直觉，那你们的直觉能救他吗？保密局的山城总部，也就是现在的共党公安局。你告诉我，六哥关在什么位置？想劫狱？还有别的选择吗？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几条枪，也敢打共军要害部门的主意？当年我单枪匹马，我也照样敢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失手呢？这责任谁来负？人死鸟朝天。混到这种地步了，再坏还能坏到哪儿去？小安，让兄弟们全体出动，3天之内务必查清六哥的下落。好。请问龚长官，共军的公安局那可是戒备森严，别说你，恐怕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吧？现在不是中华民国了，不是你公树明目张胆收拾我们中统的时代了，弟兄们的命也是命。你觉得我是轻易冒险的人吗？以你现在这个地位，我想也不应该。那你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冲锋陷阵是我们爷们的事儿，你个小娘们儿总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你说什么呢？等男人死光了，你再瞎折腾也不迟。你，哎，我这是为你好。你不原来是搞那个宣传工作的吗？那你就唱唱歌，跳跳舞。收个快板书，念个打油诗，给兄弟们鼓舞一下士气，全当我们的出师表了。我这还有事儿，进来，走。别，你这要干嘛呀？我要被韩冰同志气死了，你管不管？你这个介绍人怎么当的？嘘，你要干嘛？看什么看？大敌当前的，同志们都在忙任务，你也不注意点影响。我不管，这次我说什么也要请组织为我做主。你们俩怎么了？我也是红军时期的老党员了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俩吵架了？吵架就好了。可人家告诉我说，他现在根本就不想考虑个人问题。就这事儿？那还能有什么事儿？你倒是说话呀！老战友你都不帮，你还有没有阶级感情啊？你让我说什么？那该怎么说怎么说。你是领导，你代表组织为我和小韩牵线搭桥，这就是党的决定。是你自己在娶老婆，关党什么事儿？我是代表组织给你们牵线搭桥，那是出于好意吧？是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可不是包办婚姻。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参加革命的早晚，能跟觉悟划等号吗？早知现在，当年我也要求到延安，我才不想干这地下工作者的活呢。不了解的同志，还以为我们有多么享福，住在大城市，吃香喝辣，西装革履。街头的时候还可以下舞池、看电影、喝牛奶、坐沙发，可有谁知道这风光背后的苦？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觉得这次肯定是回不来了，还敢结婚吗？就算想结婚，也得有人找啊！找个组织内的女同志不合适，找组织外的就更不合适了。碰上为掩护身份搞个假夫妻。可这女同志没准就是你的哥嫂、弟妹，甚至是上级领导的爱人。别抱怨了，你就没问问韩冰到底看不上你哪儿啊？就算他这一点是最让人生气的，我当时就问了，我说你到底不喜欢我哪儿？只要你说出来，我就改。如果不改，我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他就像革命义士，我就像那逼供的国民党。真不愧是搞情报的，那嘴严的，就连撬棍都不好使啊！别扯这没用的。他拒绝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跟人急了？他现在就是活祖宗，谁敢和祖宗急？要我说呀，你也是自讨苦吃。陕北的时候，有多少干部想攻下韩冰这个山头啊？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气得一位首长1礼拜没吃饭，一时成为笑谈呢。谁让你非要啃这块硬骨头呢？这屋子保持了林涛死的样子，之后就没人再动过了。这女人很会过日子呀，心很细。临了把家收拾得这么齐整，被子叠得好好的，连大人和孩子的衣服都洗了。就是死的时候把脸弄得一塌糊涂的。咱们有个女同志看了她死的样子，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看得出林桃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孩子，她也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这有啥不正常的？这当妈的总喜欢给自己娃留点啥。我妈死的时候就给我留个祖传的银项圈，说等我有了娃再继续往下传。问题就出在正场上。你看这屋里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乱，相反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壶里有烧好的开水，腌好了一坛泡菜。一切都是有条不紊、不慌不乱、从从容容，但是这行字，却提醒了我周桥嫁妆。这说明林桃知道自己身遭不测，她这是在托付后事。她是怎么知道的？抓捕她可是咱们临时决定的。这就是最大的疑点。第一，她怎么知道自己暴露了？第二，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而且以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自杀？因为娃呗，他死了，周志前就保住了，至少娃还有个爹。这么大的孩子，更需要的是母亲，不是父亲。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他保周志前，还不如保他自己呢。以他的罪，只要他坦白交代，配合政府，是不会就地处决的，有可能还会特赦了他。那是为啥呀？他的死肯定另有隐情。
或许是在他知道自己暴露之后，又遇到了什么情况，而这种情况，迫使他走上了绝路。韩科长，人家说碎娃不会撒谎，他家不是有个女娃吗？也许咱能从她身上找到答案。我见过那孩子，也就是4、5岁的样子。咱们现在就去找他。据说案发当时，那孩子不在家。这女人眼窝子就是浅，不忍心了。哎，那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被一个当过妓女、名叫秋荷的女人收养了。妓女？就住附近。有派专人守候吗？一个妓女，咱盯她干啥？要不我赶紧调人去。恐怕来不及了，有人要钻空子。小龟儿子，看啥子？去给你妹妹啊打一盆洗脸水去啊！快点！哎呀，我们乔儿啊，就是一个林黛玉，是不是？看这小脸哭的，村路。秋荷妈妈，你的耳环咋没了？耳朵上留了2个小洞洞，很难看的。秋荷妈妈都这个岁数了，好看难看有啥子区别呀？哎，人老了，再想要指着这张脸吃饭啊，那就是空袋子力不直。再说了，咱这新中国也不让啊，是不是？秋荷妈妈那个耳环上面呀，全都镶了金子，没用，还容易遭坏人惦记，还不如啊把它给当了，给咱们乔儿换一件新衣服，好不好？啊？为啥子要指着脸吃饭？秋荷妈妈的脸能吃吗？秋荷妈妈的脸不能吃，可是咱小乔儿的脸能吃啊！小龟儿子，过来，老娘可是帮你把以后的媳妇儿都找着了啊！你呀，这能不能给老娘养老送终啊？就看你的良心会不会被狗吃了啊！看，乔儿妹妹好不好看啊？漂亮。是这家吗？没错，是这家。就在这儿，注意警戒。好。守住巷口，注意警戒。有恩客登门了。啥叫恩客？去了，快去拿菜刀，快点！赶明账，去！你们怎么知道外面有人？我不是坏人，要是我想动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玩具。先生，筒子被哪个处的？连这个你都知道，不简单啊！哎呀，这飞贼出入啊，从来都用不着打招呼。共产党进出呢，
全会前敲个门儿，就你们捅字辈的，干脆直接往人屋里闯。你还没回答我呢。哎，你怎么知道外面有人？别说您这么个大活人了，就算是我窗户外头飞只苍蝇，那是公是母的，也逃不过我的鼻子呀。他是你什么人？我娃娃呀，这还看不出来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我就是个妇道人家，我要知道那么多，干啥子呀？哪儿见过？啊，我儿子这在街上啊给人擦皮鞋的，迎来送往的，恐怕是见过。这孩子我要带走，他不能留在你这儿了。您这啥意思呀？咋的了？我还亏待娃娃了？啥子叫他不能待在我这儿了？您要知道哈，我这儿是穷，可是我也从来没有嫌弃过多一双筷子呀。我就实话告诉您吧，这娃娃在我这儿呀好得很。我这要是有一块肉，我全都给我闺女儿吃。我们家要是熬一锅粥啊，肯定都是闺女儿喝稠的，我跟君宝啊，我们俩喝稀的。这卖娃娃的事儿我可干不了，您别说给金条了，金山都不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也应该清楚，这孩子不能待在共党的地界。先生，啥叫共党的地界？都解放了，这全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咋的了？共产党还能为难这么个小娃娃？我不信，反正啊，没他爸开口，周乔就待在我这儿，他哪儿都不去。叫周乔？咋的？你连这娃娃叫什么名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更不能让娃娃跟你走了。谁知道你是好人？如果我一定要带走呢？什么情况？有2个男的过去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王八蛋龚树。太好了，我来打头阵。别废话。先生，这娃娃刚没了娘，这现在爸也找不着了。你说您要把他带走，你到底带他去哪儿啊？啊！再说了，这万一过阵子他爸回来了，跑我这儿来上门来要人了，这我给不出人，你让我咋交代呀？是不？你要是把他带走，你先把我杀了。公叔，韩科长，久违了。马小五，你的韩科长可是在我的枪口之下，别冲动当二杆子。小子，我劝你把那破铜烂铁放下。我敢保证，不光我的脑袋比你的腿硬，就连我这子弹也照样比你快。狗日的王八蛋！当年你打伤我的腿，在部队上笑死我，好几年不敢抬头做人。我发过毒誓，我马小五这辈子不找对象可以，不抓住你公叔不成。我真是可怜你，我还就告诉你，
你就算是打一辈子光棍，也别想摸到老子一根汗毛。公叔，你不敢对我开枪。小五，马小五。你机关算尽也奈何不了我，我的人来了。可以啊，韩梅，保险都没开，就敢拿枪顶着他的头啊！你这人太啰嗦了，换做是我早开枪了。看来我又赌赢了啊！这可是国难以来兄弟我缴获的第一把公道的枪。别用这种轻蔑的眼神看我，男人就经不住这个。那你打死我好了，对你我不会有第二种眼神。激将法，我还就不打死你，因为你是我的筹码。你想用我来交换周志前？不行吗？不行，我的分量不够重。可在袁副主任眼中，你比贵党主席还值钱。公叔，以后再去哪儿，跟兄弟们打个招呼。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要不是严娥说的呀，兄弟们上哪儿找你去啊？你以后别再那么斗来斗去的了，便宜了共产党，多悬呢。悬吗？来看看孩子。这就是六哥的女儿，这孩子现在不愿意跟咱们走。你们放心，这娃娃跟着我，我人在，娃娃就在，我人不在了，娃娃也在。与其让孩子跟着咱们东奔西跑的，有上顿没下顿，还不如让他在一个好人家。我看这女人虽然干过内营生，面相还善。走吧。等一下。把这个留给孩子吧。这是什么？这是从他家里拿出来的。枪。走，走。血，爸爸流，好多血，好多，爸爸流。喂，陈局长，出事了！怎么回事？说。刚刚从第一人民医院得到消息，马小武身负重伤，生死未卜。韩冰呢？据马小武断断续续的讲，韩科长被公使劫持了。这可怎么办啊？你先别着急，我能不急吗，江副政委？军统这帮特务
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在渣滓洞看守所是怎么对待我们被捕的同志的？啊！小韩同志是进了魔窟，他还是个年轻同志，你要我不着急，就能做到吗？事情已经出了，你急有什么用啊？我命怎么这么苦？我地宫生涯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曾默仪、江心还有陆汉卿，让郑耀先那个王八蛋给杀害了，而韩冰居然又落到郑耀先的爪牙公树手里。我现在就去看守所，把那个敢自称自己是周志前的人拉出来毙了，我一枪崩了他！给我回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喜欢小航，可他还没考虑好呢。打起仗来流血牺牲是常事，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你这是在我面前，在同志面前，你可不能这样。你是革命干部，事实上小韩一见你就躲，你拦着门不让人家走，人家跳窗户。别说老家，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小韩同志，我就是喜欢韩冰同志。我话放在这儿，一旦有了他的下落，我要头一个冲进去搭救他，然后再跟他结婚。我发誓。刚才最后一讲是北京时间7点整。哎，蓝平同志你好哦。哎，您好。播报时间。咋个还开不了女哟？钟大夫啊，积极报名参加了医疗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为战士们看病疗伤，恐怕还得过些日子才能回来呢。要得，终于上好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公民都是一份子嘛。对头。哎，我还有点事，改天再来看你哈。哎，好嘞，您慢走。好。吃了吗？我没想绝食。是吗？还给我饭吃，利用我当人质逃离了秋荷家，我的功能已经使用完了。有没有完，你说了不算。人民政府是不会和你谈判的，想拿我来交换周志前。依我看，这纯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一厢情愿。你要是完全没有用了，你这饭就不是在我这儿吃，应该是在阎王爷那儿吃。放心吧，我今时不同往日了，粮钱有限，我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自己多加一张口的。过几天周志前就会被转送到监狱里去，不用我说，那里的防范肯定比公安局看守所要严。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凭你的脑子，还需要我告诉你答案吗？哎，你这样的女人，在你们共党里，应该算是珍稀动物吧？在国民党中，像你如此狡猾的男人，我生平也仅遇到过2个。还有我六哥。我就不说他了，我说你，明知人民政府不会和你交换，却还留着我，这不就是你的阴谋吗？哎呀，被你看出来了。虽然你不能利用我来要挟人民政府，却可以扰乱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判断和思路，对吗？虽说你们宣称你们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如今是势单力薄。你们是在做垂死挣扎。其实苟延残喘，以息尚存。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就有我们的耳目。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了。哼，否极泰来，山穷水复，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你是见了棺材都不落泪。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六哥曾经说过，你是迄今为止最让他头疼的对手。他还夸我什么？说你能看穿他的心思，承蒙他的夸奖。哎，那我现在在打算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吗？你打算进入公安局救出周志前，在劫持我的那一刻，你已经有了这个想法。理由呢？周志前一旦被送到监狱里去，那里固若金汤，你恐怕连半点机会都没有，半路劫囚车更不可能。他不但会被重兵押送，而且转送时间、行车路线都是机密，连我都不知道，你又怎么会知道？况且，公安局离监狱只有1个小时的路程，你们这么几个人仓促之间又能有几分胜算？恐怕还没等你们接近囚车，周志前早已经被击毙了。下面的我来替你说吧。还有一种可能性，你们撒下香饵，引我上钩，我不但没救出人，再搭上几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就不会干那傻事儿。所以最有效直接的办法就是潜入公安局，那里是你们曾经的反共基地，你们轻车熟路，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相比之下，成功率要比劫囚车高。问题是，我们如何进入公安局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首先你会分散公安局的警力，比如说行动当天在山城多制造几起恶性事件，杀人放火本来就是你们的长项。一旦公安局的警力被分散，你们会从防空洞入手。我看过建筑设计图，有一个防空洞紧邻看守所，它的另一端出口在公安局的外面。老鼠爱打斗，你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方式，在阴沟里兴风作浪是你们的强项。还有呢？还有就是我的去留问题，无论你成功与否，你都不会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因为不管是谁，都不喜欢给自己平添一个对手。就算我侥幸活下来，我被你俘虏过，我的政治生涯一旦完结，对于你，我活着跟死了一样。在这2者中做选择，我相信你钟情于后者。我突然想起六哥说的一句话。哪句话？你不太像个女人。我今天一样可以回答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像个女人？